我们新做的卡片，说明我们已经回到大马了。我们在上海的时候啊提到过，还要再分享一次到了大马个人的感受，就是来了大马2年，那么离开上海啊是否会后悔？为什么会提到这个话题？那后悔我们到底怎样看待这个事情？最后上海和大马对我们自己啊，作为来了2年的人啊，开启第3年的人，到底如何比较？大家不要走开啊！等到视频最后啊，我们还会分享一些观众最近的留言，让我们感触深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就回到上海，你怎么会想到要问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会后悔？是否会后悔来马来西亚？我真的还不是标题党，是因为我发现啊，到了大马之后，再回到上海，我的心境居然是发生过变化的。第一个感受，也就是在我们刚去了大马半年，回到上海的时候，你能猜猜看那个是什么心态？我看你当时往上海奔是非常急切的想要回上海。对，我还做了这个短视频。其实回到上海是让我感到害怕。OK，其实这个害怕我觉得包含了很多层啊，包括说我很害怕自己去大马做的选择是错的，我很又害怕回到原先上海的这些触景生情嘛，你看各种让我们想要离开上海的一些因素都还在那里，我是这样的感受，所以匆匆的就又回到了大马了。然后到1年的时候，再回到上海，我的感受又变了。你知道害怕之后第2个感受会是什么吗？喜欢。也没有一下子跳到，是一种陌生感，就好像我是隔着一个玻璃瓶在看上海，就感觉这是我生活了将近40年的城市嘛，我感到很陌生。但是这一次居然变成说我感觉好真实，就上海我好像已经能够把在马来西亚习得的一些东西带回去了。我也没感觉像我们以前分享的那些店家或者是路人都是 poker face， 我觉得也敢于跟大家多去聊一聊，你的生意怎么样啊？最近过得好吗？就把我们在大马学到的这些东西好像可以很自然的全部搬回去，这就让我很恍惚。那上海不是也挺好吗？会不会这个来大马还真的是错误的呢？那么会不会后悔呢？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议题。没想到你作为一个男性，心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心路历程高低起伏，这实在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我听你讲的一个观点，我觉得特别有趣。你觉得后悔其实是没有用的，就它其实是个伪命题，是吧？对啊，我觉得后悔有什么意思呢？就以前我记得有一个中国民国的一个名媛叫严幼韵，活到108岁才去世吧。人家就问他说：“你人生的这个长寿秘诀是什么？”他说 ：“Don't look back。” OK， 有点像。对我来说，我看到这个对他的采访之后，我就来马来西亚之后，我就一直觉得说 "Don't look back"。对我来讲的话，后悔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后悔，就是你发生了比较嘛，它可能有几种情境，一种是你做了选择之后，你现在的这个选择你过得并不快乐，你怀念以前的这个所谓的美好时光，那会有一种后悔，对吧？第2个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错了这个选择，我这个当时现在已经发现说，我可能再重来一遍，我不会做这样的选择。你会对自己当时做决定的这个能力啊，是有所质疑的。但是我觉得你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你就是现在的你是过去无数的小决定、大决定由到了现在的你，为什么要去怀念往昔，而不是说去展望未来？就我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当下。我应该喜欢我做的选择，那我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思考 ，Don't look back 之后，我就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后悔这样一个想法了。但是你问了这个问题说回上海后有没有后悔？我立刻就是想到了说，这上海不是像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一些这个视频，包括你的 X 平台上面大家说的上海的活力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上海已经衰败了。因为我们这次回去看到上海还是像以往一样，可能在某些方面更有活力，或者说在某些方面对我们的生活没有那么大的负面影响。你当下你就会在想说，如果没有去马来西亚的话，我这2年的之后我会经历成什么样子的我是这样一个想法。所以你也是会有想。对，你讲的 Don't look back， 我觉得在我看起来就是一种，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主张，就活在当下，就享受你的此刻嘛。不单单 don't look back， 我觉得 sometimes 也不要 look forward， 用未来的一些预期想象来太过影响到当下，可能当下的此刻啊才是更加重要的。
那你既然提到上海啊，我想我们就进入第3个刚才的小话题。就如果我们在大马、在上海都生活了很久，我们都很了解当地，一定要选一个的话，你会选择生活在哪里呢？通过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在讲你是否后悔的时候，其实在讲一个选择，就你更青睐的是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你会是怎样来选呢？我们回到大马2天了，有什么感受吗？感受就是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发现这2年我更了解自己吧。可能我的骨子里面就是爱冒险，然后愿意承担这个未知。我不是我爸妈他们希望我成为那种很稳要求稳的人，从来都不是。然后你仔细检视人生当中从大学毕业之后做的一些重大的人生的决定和事业上的决定，我好像都是属于那种要冒险的这一种。然后我好像运气也比较好，冒险之后拿到的这些回报都给了我很正向的这个激励嘛。我是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去改变的，那改变失败的话，那就继续改变。我也有一种类似的感受你看我回看啊，过去从读什么大学、念什么专业，到第一份工作怎么选，到我不停的切换了我自己所从事的，从工程师到猎头到 HR 创业公司，然后到现在，每一次选择好像都是和其他人的期待所不一样的。你在追寻，你听到那种 calling 的这个声音的想法，包括我们来大马也是一样的。这点上，我跟你想法很一样，好像对我们来讲，就是远行本身它的意义更大。就像我们住的那个亚朵说 ，Life is a tour 嘛，这个行程带给我们的收获本身就更大。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享受这个过程，我也很同意。不存在什么样的后悔，也不存在什么样的好坏。那你还是如果比较一下这个生活呢？你现在如果2条路都可以走，突然之间，下一秒你就会切换一个时空，平行宇宙，一个是上海，一个是马来西亚，但是你是拥有选择权的，你会怎样选择呢？当然还是选大马了。对。这就让我想到前2天我们有一个观众，也是我们的顾客，更是我们现在的非常好的朋友，他给我发给我们2个的一张图。他说，如果你什么都不改变的话，那么2025年新的一年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你人生当中的又一年。但是如果你带着改变去踏入这个新年的话，这一年都会不一样。那我想这个同样回答你这个问题，如果我没有来马来西亚，我的人生可能就是从38岁到40岁，这2个不会让我记住印象很深刻的2年。但是我来了大马之后的这个改变，我觉得我的人生一下子就被涂了颜色一样。你能具体比较展开是哪些涂上了颜色呢？就是我从09年那个时候我们的泡沫危机时候，我第一次被裁员，经历了失业。当时我就一直在想，如果我不搞法律的话，我能不能活下来？然后做了这么多年的准备之后，我发现说我不搞法律，我活得挺好的。这个就是一种自我的这个自我庆祝。你会发现说，我这个还挺厉害的，我把人生规划的还挺好。还有就是，从这个抑郁症、焦虑症这个走出来，然后现在我们有不一样的这个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然后我的思维方式也在跳脱原来这些这个疾病给我一种定式 mindset，我在试图要去打破原来这种思维定式，然后人生就不一样。然后第3个就是你会发现心想事成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你来马来西亚，你觉得说你是一个陌生人的视角，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善意就是扑面而来。那些不认识的人就是想要帮助你。如果说没有这些人的帮助，没有这些观众，还有我们的顾客，还有这边的朋友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怎么会有欧卡？我怎么会有现在的生活？我还是要追问因为既然它是一种心态造成的，那如果停留在上海，你也拥有了这样的一种人生断舍离，重新开始活在当下的思维新的习惯的话，也能够活出一个新的自我嘛？也可以类同于重新出发了，进行了远行嘛？不一样啊，这环境就不一样啊。就像上海是有4季，有很多东西是像4季一样是不能够改变的。比如说跟爸妈之间物理距离那么近，第2个工作这么忙，小孩这个放学的时间你怎么样去接送？第3个老师对小孩的期待，你作为家长不能逃脱的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
就是这是真的是一个犬儒。一方面你在想，这不是我小时候经历的应试，我不应该让我的孩子去经历。然后一方面你又在想，为了让孩子 get through 这样的一个 system， 我还要去让孩子去学这些东西。其实你是在这样的一个纠结当中，我作为一个犬儒主义者，我是没有办法承受的。我想我可以稍微说的具体一点，因为我发现啊，在这里啊，大马的生活和上海，我觉得是有本质不同的。就是一种自由。就我还是这两个字。我觉得去年我们看了《繁花》，我讲的也是一样的，也是被批评的很惨。但我来了，我真的就感觉，不管是物理距离造成的，是大马这个社会、地理、人文环境造成的，还是什么样的东西造成的，我就感觉没有什么约束，没有什么口号命令的约束，没有太多像你刚讲的和这个家人啊这些一些负面的事情来约束你学校的教育啊，都没有。并且你回到这里，哇，大家群里面就会说欢迎回来啊，很多观众也会欢迎你啊。我又想起来 revive 了这个感觉，就大马的人是最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和人如何相处，真的也带给我一种非常自由、非常清新的呼吸。让我又想起来，哇，这个是无以替代的。我觉得这是本质的区别。虽然这不是像我们在介绍第二家园的时候，哎呀，大马教育怎样好啊，吃的好啊，什么住的好啊，什么物价多少啊，这不是在这个层次上可以掌握的。但我们真的来到现在以后，我就感觉就是这两个字给到我最大的让我感到是本质的区别，而是我会选择大马的原因。你说自由，其实我在想也是走向真正的独立嘛。就所谓的自由就是选择的自由。第二个就是 train 我们自己去跳脱原来我们所谓的人伦纲常。可能我们想的独立就是我们怎么独立的，不依靠外界的力量，不依靠对子女的期待，未来为我们养老的这样的一个束缚，我们把自己的人生活得不要那么的成为社会的累赘和对别人的累赘。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而这个自由的过程啊，首先摒除了是否后悔的这些情绪上的干扰，其次也是伴随着年龄的成长，自己想法的独立啊，也是会慢慢变得孤单的过程。你会发现，哎呀，很多人跟你想法不一样，很孤单，但是慢慢独立了，坚定了下来，知道自己的核心的价值观，比方说是家庭，比方说个人的所追寻的幸福，又开始建立一点点信心。这个信心是重新被移植到大马的土地上长出来的。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在成为一个新的我。明白。其实我对社交没有像你这么大的这个需求，我觉得谈得来，我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可。但是在马来西亚交朋友就非常顺利，大家都很能够体谅你。他虽然没有经过你的这个苦难，但是他不会劝你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你这样想法是错误的。他们不会这样，他们会试图去理解。我觉得这个就够了。有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苦难，真正的需要去跟别人去讲，这也是给人家增添负担嘛。但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的是，我在不是那么坚定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无条件的支持。就是他告诉你说你试试看没问题，或者说你能行的，然后或者就是告诉你试错了又怎么样，就这种很重要。但是在我们以前的生活当中，我是很少会有这样的一个得到的这样的精神上的所谓情绪价值。它常常来自于最亲密的朋友和最亲爱的家人嘛。那这个我觉得在这两点上，大马也是让我们和周围环境走得更近。挺好的。我觉得这边的大家普遍没有一种所谓求安稳的这种想法，我就不会过早的把自己的人生或者说是你的选择放在一个很稳妥，就是他们可能意识到世界就是这么多变，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所以这个价值观就跟我们传统生活的那么多年的这样一个国家，还有我们上海这个城市不一样，真的不一样，太不一样了。我们从怎么会有后悔的想法，这些非常个人非常微妙的讲到了其实后悔是没有用的。再有呢，也比较了一下大马和在上海生活比较深层的心底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有了这种活在当下的想法，其实有助于我们未来可以行得更远，就走到哪儿你都把它当成是旅程的一段，心态会更好，有可能生活也会更加轻松一点。这就要说到我们2025年也想要更多的让大家知道我们的核心的使命是
给更多人生活在异乡的勇气，尤其是中年人。这个是对别人的，那对自己来讲，就是我们要追求自己作为中年人的幸福生活。我们做视频就是在追寻幸福的这个过程之中。讲一点开心的吧。你最近我们2025年了，有看到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观众留言吗？好的坏的都可以啊，我们最后分享一下。我觉得2方面吧，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们2个老观众在我们的这个发的 community 帖子下面所说的如出一辙的话语，就是过去的这1年最该感谢的是自己，这么难的1年我们都过来了。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大马人说的吗？对，这2个都是马来西亚的观众。Okay. 对，然后这个是一点。第二个就是最近我们说马来西亚天气我们非常喜欢的视频下面就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说我们没有什么好说了，连天气都要吹一吹。这个东西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就是喜欢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一切我们都想去喜欢，我们去发现它的这个亮点。成年人不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乐子吗？选自己所选，爱自己所爱，有什么错呢？对吗？对呀，其实我觉得你去揣测像我们的动机，哎呀，你看你没什么吹了，他就假定你是吹，我觉得真的没有意思，让我连回复的动力都没有。但是真的你看反过来想一想，居然天气也是我们喜欢马来西亚的原因。其实我才微妙的感受到，我们不也是最近才回了上海才感受到吗？天气是多么重要啊！但他感受不到也没有办法，就这2个印象比较深，是吧？对，这也是防止焦虑的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做了选择之后，这个话是我爸说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就是以前他经常讲，你买东西之前你就要拼命挑这个东西有什么缺点，但是你买完之后你就只能看它的优点。就是这样，我觉得很有道理。心态的调整，我们已经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来到马来西亚，我们就应该尽量发掘它的这个优点，哪些是你在做决定之前你从来没有享受过的，把它挖掘出来。好，那关于这些大家有什么想法也欢迎交流。我才注意到我们做的这个新的卡片上面写的话就特别好，就是长安宁，他这里写的叫愿得常如此，年年物候新。对，这个话也送给大家，祝大家新的1年会有更多新的收获，气象万千。对，如是这般，先接受现状，然后想着如何去改变我们能改变的。对，心情不好了就吃一下我们的鸡腿，我可以查一下吗？非常好，这个植入非常好。没办法，只能给自己植入了。给你买个鸡腿送给你。OK。